作为一个美国人，他爱用中国的筷子胜过刀叉，因为他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，当指挥家，而筷子随时随地能变成指挥棒。This is the men's room. The hygiene. 男人没有相信他，稍显傲慢的让他捡起筷子回去工作。从厕所出来的威利做了件更大胆的事，掂着椅子，拿着乐谱进了演奏大厅，坐在过道中间，惹得观众窃窃私语。指挥家门格尔堡也转过身，威利激动地露出笑容，双手跟着起势。门格尔堡撇了撇嘴，转身继续开始。不出所料的，作为这间音乐厅的服务员，他被开除了。而搡他出去的正是厕所遇见的那个男人，他是一名高端演出经纪。 You're fired. You're not my boss! 回到家，母亲问他要这周的薪水，威利一愣，谎称下周一起发。开除的事儿当然不能让家人知道，本就和母亲关系紧张，知道了岂不要翻天，但也不能待在家里啥都不干。刚好纽约音乐学院搞了一场免费的露天演出，威利不但去听了，还提了意见。 Sir, at that last bit, I think the trombones played the wrong note. They played an E natural, but it should have been an E flat. 指挥重看乐谱，确实错了，但也仅说了一句你很懂呀，就匆匆要走。威利追上对方，想上老师的钢琴课，想进音乐学院。 I don't want to waste my time. Me neither. 老师给了他一张名片。第二天，他来到老师家里，挺着大肚子的师母照顾着5个孩子，显得疲惫不堪。而老师坐在宽敞的会客室，烟雾缭绕。另外，那天赶他出音乐厅的男人也在这儿。在老师的要求下，威利弹了一首巴赫的作品，半途就被叫停。 Your technique is awful. Forget about the conservatory. 威利解释，自家钢琴是父亲捡的，不标准，而且只能空弹，因为弹出声会被邻居抗议。2个男人不听苦情戏，除了弹奏技巧，还说他不懂音乐内涵，根本没有诠释出作品的感情。 Interpretations can be wrong. The notes are never wrong. 男人继续抛出观点，威利一一反驳，并且逐渐强势，占据上风。 Allow me to give you one piece of advice. Ge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. Like your wife. Yes. 如此偏见让威利摔门而出。不多时，老师又追出来，表示可以教他。老师态度的改变来源于刚才那个男人，他觉得威利有点意思。不过教学并不免费，威利着急找起工作。大资源的入职考试上，他打得又快又准。监考看过卷子，给他满分，但工作却给了只得60分的女人。因为这个年代，女人是负数，工作能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能当好这个负数。这个岗位失利，其他男女同招的，威利更不占优，鞋都磨破了也没找到工作。 Turn down? 5th time today. I'd love to help you out, but we're not hiring right now, except a piano player. 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威利弹了一曲，虽然差了点，但这个叫罗宾的男人愿意带他。2人开心的4指连弹时，一个妖艳的男人上台了。他可是这家低俗剧院的台柱子。威利有些诧异，有些介意地看着对方。罗宾对威利说道： We're all born naked, and the rest is just a disguise. 威利接受了这份工作，晚上在剧院弹，白天去老师那儿弹，除了存下学费，还有余钱应付母亲，也算顺利。一段时间后，因为师母快要临产，老师带着威利去了一个音乐界的聚会。刚进门，主家就告诉老师：“你家来电，妻子要生了。”老师又急匆匆地回去，只剩威利一个人。在这儿，威利又碰到之前那个男人。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Same as you. This is my parents' house. 男人叫弗兰克，说威利不适合这种场合，因为一会儿要自我介绍，其他可都是音乐家。威利硬怼了回去：“我是你父母的客人，难道你要我现在滚蛋？”弗兰克哑口无言，甚至觉得自己有些过分。等到晚宴时，威利换了礼服从楼上下来，弗兰克眼睛再也移不开，吃饭时也盯着对方。 Excuse me, aren't you the girl that sat down in the front at my concert? 这个指挥家还真是好记性，问起当时威利为什么要那样做，威利欲言又止，但一圈人又都在等答案。威利回答： Ik wil dirigent worden. 这引来哄堂大笑。弗兰克的母亲更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还从没听说有女指挥家。有时候我们不把理想说出来，正是因为有人会嘲笑实现不了；但我们说出来，更是因为我们觉得能实现。” But women can be just as good as men. Perhaps she's right. My wife was a very able singer before we got married. 上流社会的礼貌浮于表面，之后的活动威力完全被晾在一边。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
大家只在意那些实现理想的人。他仿佛一瞬间看清这个世界幕墙的本质，独自站到了门外。弗兰克跟了出来。Are you admiring the stars in the sky? No, just the flowers at my feet. 这一刻的威力依然坚毅，繁星纵然闪烁，但脚旁的花也可以美得人心醉。弗兰克被威力的倔强吸引，牵起他的手要跳一支舞。舒缓的音乐中，两个年轻人渐渐深情，最终吻在了一起。但威力很清醒，这不是他想要的，推开对方，提前回了家。母亲早已等在客厅，威力存的钱被翻了出来，还有一封音乐学院的信。母亲逼问威力哪来的钱，在做什么工作。低俗剧院肯定不能让母亲知道，威力拒绝回答。母亲拿出抚育他的账本，怒斥他不懂感恩，只会撒谎，还没收了钱，并不许他考音乐学院。Mam, welkom. Noem mij geen mam. Ik ben je moeder niet. 威力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夜里父亲回来，给了他一张当初的简报，上面写着年前母亲出让女儿，还有一张荷兰的出生证明。他的生母叫安妮斯，他的原名叫安东尼亚·布利克。至于被抛弃的原因，父亲告诉他可能是不爱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威力爆发了，内心的情绪倾泻而出，钢琴成了发声筒，将压抑、不满、失落激烈地弹奏了出来。他不再在乎邻居隔墙的怒骂，母亲无理的要求，音乐学院他要考，如他所说，全是会出错，痴迷不会。这一曲他完美的诠释了对音乐的痴迷，他考上了。出门时，弗兰克不请自来。 Congratulations. 好意外，第一个送上祝福的竟然是这个男人。弗兰克送他回家，豪车坐着当然舒服，但破败的街道又把他拉回现实。人都是赤条条的来，不过有些人一来就在罗马，而他要全凭自己。回到家，钢琴已经被母亲扔了，唯一心疼他的父亲帮他打包了行李。威利怀着怒气，伤心的离开。能去的地方只有低俗剧院，罗宾慷慨地收留了他。他似乎很懂威利的感受。Don't despair. Just dust yourself off and start over again. 嬉笑间给着鼓励，提供着尽可能的帮助。在威利开始学院生活时，一天罗宾突然出现，他们要在学校的场地演出，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募捐活动造势。来到会场，弗兰克一家也在，威利想躲。Willie? How are you? Couldn't be better. 弗兰克的母亲可是看不起他的，现场撮合着弗兰克和朋友的女儿。威利也没给老太太好脸，趁着这群有钱人对底层生活的猎奇，他将自己的身世当作故事讲出来，几次无视老太太的打断，并在最后说道 Interesting enough for you? I made it all up. 周围人哄笑，这不是故事，是两个女人的战争，老太太则是败的那一方。这一刻的威力充满斗志，才不在乎现场有谁，肆意地在台上弹着钢琴。学业也是日渐精进，可老师却起了歪心思，搞起了你尊重我就得顺从我那一套，渐渐上下其手起来。威力几番叫停无果，慌乱中一把拉下琴盖，老师消停了，但却利用权威倒打一耙，报案指控威力攻击自己。由于没有第三人，警方采纳老师的说辞，威力被迫退学。但他没有因为世道不公而消沉，在罗宾的陪伴下，他写了一封信，请求荷兰政府帮忙寻找生母。Here, a new life should come with new music. 秋去冬来，威利喊着罗宾一起打雪仗，同时告诉他，罗宾发生过意外，背部受伤，到现在都一直穿束身衣。罗宾斜瞅了一眼同事。不久，威利收到荷兰的回信，他的生母找到了，但已经去世。他哭泣着将头埋到罗宾肩上，触摸到罗宾的束身衣。Does it hurt? Every day. 威利继续工作，准备攒钱去荷兰。这时弗兰克突然找来，他听到那些风言风语后，去了学校，去了威利家，自述找得好辛苦，他不想再失去威利。威利被说动了。在两人于后台亲吻时，罗宾紧皱眉头，有些失望，但这无关爱情。钱带来的无忧，真的能让人陷入空空如也的幻境中，忘记曾经，忘记未来。直到这晚，威利在大街上看到了正在做清扫工作的父亲，这才是他的生活。想要摆脱这种生活，又怎能只靠弗兰克呢？一夜缠绵，算是给了承诺后，威利在弗兰克的不舍中去了欧洲。除了探寻自己的身世，他更多的是想在这儿成就一番音乐事业。于是开始边工作边寻找机会。终于，那个和他有过交集的指挥家门格尔堡偶然出现在荷兰。Meneer Mengelberg. Antonia Brico. 门格尔堡还记得他，但对于威利想跟他学指挥，门格尔堡觉得有些荒谬，甚至没有听下去的欲望。直到威利说出弗兰克的名字，
蒙格尔堡表示自己考虑一下，随即他给弗兰克发了电报，问该如何做。弗兰克让他拒绝，并让威利回来。毫不知情的威利还在等待回复，顺便去祭拜了生母。修女告诉他，他还有个小姨在世。威利立马去见了对方。从小姨这得知当年事情真相后，威利内心充盈了一些，至少生母是爱他的，他更有力量去追寻理想。只是弗兰克和蒙格尔堡共同给他设了陷阱。见劝不回威利，蒙格尔堡便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，让他去德国拜到穆克门下。为此威利还学了德语。可意外的是，穆克看了推荐信，直接撕掉，转身离去。I want to become a conductor. I'm prejudiced when it comes to women. 被拒之门外的威利爬到窗户上再次请求。看到阿尔伯特史怀哲的画像，他说道，一战时史怀哲被法国抓，仅因为他是德国人。如今你觉得我不行，仅因为我是女人，这叫偏见。史怀哲说过，音乐家为了他们重要日子的到来，愿意竭尽一生精力，而我愿意献出生命。为了这番慷慨激昂，打动了穆克。至于那封推荐信，上面写道，荷兰什么都好，除了这个女人。威利也大致知道是弗兰克想逼他回去，至此不再联系对方，踏实地跟着穆克学起来。穆克也毫不吝啬，手把手倾囊相授，并给予现场实操的机会，有问题立马纠正。 One woman facing 100 men. What will you do to make them follow your lead? Will you take the soft approach or will you take the hard approach? 只会像是一场驯服，要强势，要自信，要独裁。威利渐渐入门。另一边的弗兰克好久不见威利来信，他找到罗宾。作为威利的挚友，罗宾的信是不断的。他告诉了弗兰克，威利在柏林。弗兰克追了过来，希望威利回去。他爱威利，他想结婚，想娶妻生子。这番表白让威利陷入艰难抉择。弗兰克安慰地说道：“我不会放弃，我可以等。” Mengelberg's wife was a fantastic singer. What's that got to do with it? She doesn't sing anymore. 威利含泪离去，他拼了这么久，不是为了在名字前面冠以某个大人物的姓氏。爱情的伤痛让他愈发成熟，愈发努力，将精力全用在了学习上，甚至吃饭都成了问题。突然的一天，他收到一张支票，取钱时他猜测可能是弗兰克或者他父亲寄的，但工作人员告诉他，备注是一个赞助音乐的女人。威利完全没有头绪，不过这笔钱帮他度过了生活的难关，但事业此刻又受到挑战。报纸报道，一个热爱指挥的女人，由于没有乐团信任，只能自掏腰包，花大价钱让柏林爱乐乐团配合演出。男人只会赚钱，女人却要花钱，这给威利未来的职业之路蒙上一层阴影。不过他还是去看了这场音乐会，还没进场，就有无数人喊着一文不值涌了出来。现场的哄闹让台上的女人直接晕了过去。穆克评价，女人的指挥确实平庸，但观众来此的动机也不纯粹，这或许是你的前车之鉴。 You're up for it? 威利没有回答，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要撞破这个南墙。柏林又下起雪，一封信被塞了进来，是罗宾寄来的，上面说道弗兰克要结婚了。 No. 威利立马写了一封信，这份感情他并没有放下，他求弗兰克等等自己，但弗兰克没有给他回信。威利的首场公开演出确定了日期，虽然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嘲讽，认为女人无法指挥，但票却卖光了。威利再次给弗兰克写信，演出若是成功，一毕业他就回去，但这次信直接被退回，威利情绪崩溃，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份感情在他心中有如此地位，甚至搞得他要缺席首次公演。穆克匆匆赶来，这种情况他好像见怪不怪，语气平和地说道 This is your big day. To be booed. It's part of the game. You just need to learn to play it. 威利嫌穆克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现在功成名就，咋玩都有人鼓掌，而我则可能倒在台上被世人嘲笑。穆克给威利讲了个故事，多年前他在美国被嘘声赶下台，并被警察带走，因为他是德国人，拒绝演奏美国国歌，最终被关了18个月。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不应该仅仅演给观众，首先要演给自己。伟大的艺术不是讨好，而是共鸣。威利上台了，今天的灯光格外刺眼，台下坐着各色人物。在威利纤纤玉手挥舞的那刻，另一边的弗兰克也伴着乐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。这边的曲调逐渐高昂，威利释放了最好的状态。今天的指挥无关乎成败，他只用回答自己辗转万里，耗费多年的心血。随着指挥棒停在半空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威利获得了成功，也错失了爱情。
他在欧洲多地连演6场，引起巨大反响。美国报纸也刊登了他的事迹。罗宾看到，弗兰克看到，养父也看到。威利到了回乡的时刻，养父与他相拥，但他还是要算算账。母亲是被一个音乐家抛弃，无所中登报卖女，但随即就后悔了，申诉要回女儿。你们知道这笔买卖还在考虑期，于是没感因素连夜移民，直到去世，我母亲都在悔恨中。养母哭泣着表示歉意，威利也并非要养母如何，他只是想告诉他们自己有人爱。对于我们这样世俗的人，成功还有一个要义，扬眉吐气。威利去了曾经工作的音乐厅，也在这搞场指挥。意外的是，老板依然强势，要威利负责一半的门票销售。Do you ask this of all the conductors who perform here? We only have big-name conductors perform here. You're not one of them. I did well in Europe. You go back to Europe? 威利忍着接受了这个不平等条约。多年不见的罗宾自愿成为他的票务总管。由于是首个女性指挥，票卖得很顺利，但同样是这个原因，排练并不顺利。乐团清一色的男演奏家对威利的指挥敷衍了事。忍无可忍的威利一把拿起刺头的小提琴，这让刺头慌了，那可是吃饭的家伙。威利说道，乐器是你吃饭的家伙，乐团就是我吃饭的家伙。敷衍1天自己知道，敷衍2天整个乐团都知道，敷衍3天观众就听出来了。演不好，在座的每一位也能月月拿工资，而我只拿你们的零头，却要卷铺盖走人，还背上记忆不精的评价。 Is that fair? No. 威利将指挥棒还给老板，他不干了。这天夜里，老板带着小提琴手来请威利回去，威利不接受，要老板亲自请。Will you do the concert tomorrow? Mr. Barnes, are you begging me? Yes. 第二天，威利来了一场高水平的演出，但随后便没有了公演的机会。老板给他找了一份政府出资项目，指挥失业的演奏家，帮助他们再就业。威利不想干，罗宾说服了他。可突然那一天，男演奏家集体缺席，一问才知道有乐团招考，只招男性。威利心一横，找到罗宾，要成立自己的乐团，只招女性。消息一出，引来大面积的批评与嘲讽，领头的是他当年的老师。威利顶住压力，将乐团组建了起来。一次演练结束，威利叫住一个乐手，要单独谈谈。Robin, is that you dressed as a woman? Your way of supporting me? I'm not dressed as a woman. These are real. Did you want to be a man? I wanted to be a musician. 往柏林寄钱的是罗宾，束身衣只是伪装。他的路要比威利的路难走多了，也正因为难走，在威利屡屡碰壁时，他愿意接纳；在威利无家可归时，他愿意收留；在威利为爱迷失时，他忧心皱眉；在威利生活困顿时，他慷慨解囊。他湿透了全身，却给威利递了一把伞。今时今日，他有些得意地说了一句 At least we're doing it. 再回望这份急了两人心血的成功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威利更加努力地守护。面对嘲笑与批评，他正面迎击，老师也加大马力。两方在报纸上你来我往，舆论越炒越热。威利趁势宣布要进行公演，可订票寥寥无几，因为报刊不给他们版面打广告。惆怅关头，威利受到了总统夫人的接见，而中间人是弗兰克。他在总统夫人面前极力夸赞了威利，并说道：伟大的音乐家应受到尊重。这次会面使得票很快卖光。威利却感谢弗兰克，他的儿子已经2岁，故人相逢，情深口难开。支吾了半天，弗兰克先向威利表示道歉，很对不起，当初要求你放弃音乐。Once you said that was insane. I was. I let you go. Well, that makes 2 of us. 威利含泪离开。音乐会这一天，由于总统夫人要来，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。要开场时，外面依然围满没有座位的观众。弗兰克闯进会场，掂着一把椅子坐到了过道中间。威利转过头，仿若时空轮转。这一幕或许并不在他当年幻想的未来中，但站在台上，则是他一直坚定认为能实现的理想。当然，困难是巨大的，失落是常有的，抉择更是艰难的。但你是否还记得那夜纽约的雨，淋在养父身上，浇透的却是你的心。这一刻的冰凉直刺骨髓，让你明白人生不该如此呀。还有荷兰的烛火，照出母亲的悲剧，却纯粹了你的理想。因为爱情有时是束缚人的绳索。
柏林的雪击倒了勇敢的前驱，告诉着你凡事都没有捷径，在不公的时代更应拿出决胜的勇气。嘲笑、反对、偏私，这世间想看你失败的人永远多过想看你成功的人。有时不是他们坏，只是他们想给一事无成的自己找个借口。那与你要如何应对呢？请一定记住，人生之路一往无前，不论站在台上还是台下，我们始终演的都是自己。那个陪你哭陪你笑的最忠实观众也只有自己。所以请拿出世界再大唯我独尊的气势，痛痛快快地演下去吧，不要辜负那个历经岁月的你，努力回答这转瞬即逝的人生。